城外出事了！走，找你们女王去！干什么呀？快走！哎呀，怎么了，小妹？出什么事了？放开我！正好你是她姐姐，你妹妹偷了我一羊皮袋的落胎犬，我是人赃俱获，我正要拉她去见女王呢。那落胎犬，不是得准备花红彩礼，才能跟如意真仙交换的吗？你哪里来的这么多？那是几个和尚送我的。小妹，照规矩，想做母亲，想喝子母河的水，得先公开拜神。你怎么能偷偷的喝呢？我没有偷喝，我是不小心失足掉到子母河里的，所以就喝了一口水，才结下这个胎气。我根本就不想生下这个孩子，我要打掉他。那你也不该偷我的水喝呀！我拿不出那么多的钱呢。小妹，那你这个捕快是知法犯法了。我是因为抓犯人才掉到子母河里的，这种事难保不再发生啊！我一个捕快，就那么一点点薪俸，我哪经得起一次又一次的怀孕啊？女王驾到！都免礼吧。本王看你也该满20岁，早该当母亲了，还是把孩子生下来吧。寡人拿钱帮你养都行。有钱我也不会生下这个孩子。啊？为什么？我生下这个孩子，还不是跟我们几个姐妹一样，都是粗人，只能舞刀弄剑给人家当保镖。3个姐妹，我最不争气，只混到个捕快。我也想学点本事，可是我就是笨，就是笨，粗手粗脚，什么都学不会，只能屈于人下，听人吩咐，听人家的使唤。够了，不要说了。不，我要说，我们3姐妹就算性格不同，但是模样、身子骨都是大同小异。无论怎样，都成不了气候，干嘛还生下这个孩子跟我们一起受罪？我不必猜，都知道他们将来会死于哪种病。我们是这样的种，就是这样的种，怎么也改变不了。不，可以改得了。怎么改？只要你心念一改，就能改。对，万法皆由心所生，你心念若改，自然能改。只要你心念改变，你相信好事，就能境随心转。你若认了命，趋于现状，那就永远也不可能改变。怎么改啊？我们女国几千年来都是一样的，我闭上眼睛，睁开眼睛，看到的都是一样的人，一样的事，一样的物。我不知道该怎么改变。一定要相信本王，女国会改变，由内而外全部改变。10年前，本王尚未登基，先王就已经派特使到大唐去了。他们一定会取回大唐的典籍经章。然后寡人会扩大兴学，让更多人去读书，穷人也能读书求学问，从内心开始改变，进而让大家都可以越变越美好。笨人天生就是笨，丑的人天生就是丑。俗语说勤能补拙，相由心生，会改变的。咱们女儿国会有希望的。听寡人的话，不要绝望，还是把孩子生下来吧。对，小美，我们就听女王的，把孩子生下来，姐姐帮你养。那为什么特使去了东土10年都没人回来呢？说不定啊，那儿的花花世界吸引了他们，不想回来了；也说不定啊，在那儿找了男人，嫁人了呢。我们的生活波澜不惊，士农工商各司其位，几乎都是世袭，也没人图什么上进。暮气沉沉，了无生趣，大家越来越不想生孩子，我们的人口在逐年减少。
那三姐妹若非一胞三生，怎么相貌那样相似啊？这个本王也不解。过去女儿国也跟外面的女人一样，所谓一龙生九子，子子不相同。可是渐渐的，不知是否我们生存的地方一成不变所致，后来大家生下来的孩子变得越来越像，往往一家人都是一样的脸孔，一样的脾气，生活就更加一成不变。啊，那么你打算怎么改变女儿国呢？或许我们应该学习外面的世界，阴阳调和，开始接受男人婚配，这样我们女儿国的人种也会改变，想法改变，进而改变整个王国。你就这么有把握会变得比较好吗？玉帝，佛经上讲，西方极乐世界不但没有男女之分，而且大家长得都一样。你相信那样就叫极乐世界吗？本王绝不相信。佛所说的极乐境界，绝不是常人的思想能够体会的。如果你还执着于六根所及的觉知，你就不可能领会所谓的极乐啊。玉帝，本王带你去看一个地方。好。真好，还是你们女儿国好。你们不知道吧？想当年我老朱可不是这猪相，我是天蓬元帅，那也是浓眉大眼。你真好，什么做的？真好看。沙师弟，沙师弟，你还是回客栈休息吧。啊，猴哥，猴哥，嗨，这就是一袋头鱼，你没那造化，你看得懂吗？哼。为什么师傅能看得懂，能感受到其中的快乐，我就看不懂？我一定要弄明白。是说你傻，你还真够傻的。师傅他老人家，不是经常说一句话吗？是一动念则乱相失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世间万物它都是有觉知的。不，你非得呀把它弄明白了，啊，你越想弄明白，这越糊涂，不是？那什么是天生的知觉呢？废话，我要是知道，那我早成佛了。我还跟你这啰嗦什么呀？是不是？难道你不想知道吗？我知道干什么？我只知道我天生是什么样，那我就是什么样，对不对？你看你，只要开心就好。我说，赵书记，你跟猴哥，你们还是先回去吧，早点休息。回驿馆吧。师傅他老人家一个人在，我老朱不放心。啊，师傅用不着我保护，他肯定没事儿。谁说的？那女王一看见咱师傅，那眼珠子都出来了。师傅他要一个人在，那我不放心。那师傅要是被女王占了便宜，那破了罗汉真身，那事儿可是你误的。你当师傅是你呀？切！谁？猴哥，人呢？哪儿有人呀？哼，怕是你疑神疑鬼了吧？就是有妖怪，那也看上的是咱师傅他老人家。哎，人家看上的不是我们。嘿，是妖怪就不怕了，怕的是人呢。我老孙千百岁年纪，也没真正跟人打过交道，也不知道他们想什么，要的是什么呀。嗨，
那个猴哥，你看这天也不早了，要不你早点回去歇歇去，啊？哎，那个沙师弟啊，你不是要回去研读那个经吗？那你回去研去吧，啊！猴哥，全走，全走，走，别呀！哎，停！哎呀，这红红，哎，那个谁，哎呀，英英，你别走啊！哎呦，我那个有时间咱们再玩啊！哎，这干什么呀？这是，你看这哎呦啊，真是的，哎呀！你们可以下去了。是。玉帝，这些都是历代女王的画像。本王是第7代王君，原名知琴。在这些画像中，这位老祖宗是活得最久的一位，他已扶持了5代女王。5代？对。那他岂不活了好几百年？听先王曾经说过，这位老祖宗生前养了一条青蛇为伴，所以才会活这么久。想来真是个奇迹。奇迹呀！玉帝，看完这些画像，能告诉本王你有何感触吗？阿弥陀佛。那就容本王告诉玉帝，本王带你到这儿来的寓意吧。这些历代女王，从未见过真正男子，也不懂得所谓的爱是什么。他们这一辈子为女儿国、为子民所付出的这一切，却根本不知道女儿国真正需要的是什么，真正改变的是什么。玉帝，可本王知道，我女儿国真正需要的是变法图治，真正需要的是接受男人，是吸吮阴阳调和，就像外面的世界一样，变法图治。正因为我是女王，我比其他的女人受到更多的约束，更不容易改变自己的命运。可本王万万没有想到，玉帝竟然来到了本王身边。本王知道，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因为只有玉帝有能力解救本王，解救本王脱离这一成不变的宿命。玉帝，你是大慈大悲的活菩萨，难道你真的忍心看着本王就这样如同槁木死灰的活下去吗？难道你真的忍心看着女儿国就这样逐渐的衰亡下去吗？唉，女王陛下，非是贫僧想袖手做壁上观，而是贫僧力有未逮。不，玉帝，只要你有心帮助女儿国，只要你有心帮助本王，就一定能成功。玉帝，你不是也说过吗？只要心念一改，就能改。你何苦非要去西天取经呢，玉帝？西天取经，是为了得到究竟的解脱。如果贫僧留下来，也只是解开了一时之困。贫僧帮你这一生，也帮不了你下一世的。不，玉帝，本王只在乎这一生一世。本王不想做一个得过且过、庸庸碌碌的女儿国君。本王要让我的女儿国重现生机，要让我的子民看到希望和光明。玉帝，本王
求你了，玉帝。好，那贫僧就告诉你，让男子进入女儿国，没错，的确会带来快乐，但同时也会带来痛苦啊。那痛苦，只怕比那快乐要多好几百倍。贫僧告辞了。玉帝。女王陛下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你要珍惜啊。玉帝，不对呀，都这么晚了，师傅早该回来了。哎，呆子，起来，起床，起来，沙师弟，起来，走，快走啊，走，快点，红什么红啊？看这儿。哎呀，二师兄，你看师傅跟女王睡着了。这女王还真君子啊，光抱着就知足了啊！这还取什么经啊？哎呦！太师留步！你们要干什么？女王并未宣召太师不该私闯后宫。为了我女国的王位，我不得不闯入。哎，干什么？都给我闪开！太师到！来人，在！把这乱我国风的淫贼抓起来！放肆！陛下，如果你还记得我是你的乳娘，就该乖乖的听劝，不要一错再错。太师，本王就是念在你是我的乳娘份上，才没治你擅闯内廷，意图谋反之罪。微臣不敢。不敢？那你还带着自家护卫，佩戴刀剑。本王不治你意图谋反，也要治你个欺君之罪。陛下，微臣擅闯内廷，事出有因，微臣是来护驾的。护驾？那你要说出个能说服本王的理由，不要任意空口臆测、任意攀污之言。微臣不必说，还是请女王自己去看看。
大唐玉帝，你也前来看看，要让你心服口服。这是什么？陛下，这块石头满是青苔，全是淤泥，不像是造假之物。那又怎样？武官，念来石头上的字。是。淫僧乱宫闱，花落女儿悲。血染子母河，沉江流洗罪。这石头是从哪儿来的？陛下，这块石头是今天早上在子母河边发现的。微臣怕陛下遭这和尚的屈辱，所以一大早闯入宫来。没想到，你们果真共处一室。大唐玉帝绝不是你等所想之人。那我怎么想？太师所见都是误会啊！哼，你这和尚若是清修之人，便该知道避嫌。为何夜不归宿，睡在陛下身边？大唐玉帝是水土不服，一时晕厥罢了。晕厥？你是真晕厥还是假晕厥？够了，先不谈此事。这块石头的来历，经过查明再说。微臣告退。哎呦，不好了，这是有人明摆着要对付咱们师傅。我觉得，我们还是趁着没惹上一身骚，赶快离开这儿吧。那石头上写着“淫僧乱宫闱”，依我看，咱们这师徒4人里，还真的有一个专门抢着给人家当女婿的。啊，大师兄，你这不是在说二师兄吗？那可不，他要是真在，肯定抢着去当淫僧。哎呀，大师兄，咱别说二师兄了，还是想想办法，咱们快离开这儿吧。那还不容易？我使个定身法，把全国的女人都定住，咱们想怎么走就怎么走。我们不能就这样走。师傅，你不会真舍不得那个女王了吧？休得胡言！这服食之事诚为可疑。悟空，你说，那石上有苔有泥，果然不是人为可假造的吗？师傅，这只能骗这些凡夫俗子。哼，依我老孙看，不是人造的，便是妖造的，那肯定是冲着咱们师徒4人来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还是带着二师兄赶快离开这儿。咱们走了，女儿国不就没危险了吗？这石头真的好像是常年沉在水底，忽然浮出来的样子。国师，这石头上的20个字如何解释？很难说得清楚，只知道都不是什么好事。尤其是子母河是咱们的命脉所在。陛下，趁着还没有什么坏事发生，要不打发唐僧他们走吧？不，这分明是有人故意在诋毁玉帝。若不查个水落石出，本王对玉帝也无法交代。怕是女王你……太师到。陛下，太师免礼。查得如何？之前发现石头的少女已经死了。师傅，依我之见，使个定身法，把他们都定住，咱们赶紧离开这儿吧。哎呀，那是你用来对付妖魔鬼怪的办法，如今对凡人也用这种办法解决问题，你何不用神通将为师送往西天好了？西天取经
是莫大的功业，在成就功业之前，必先遭到莫大的苦难。这就是修行。修行之路是不容走捷径的，不容靠投机的，必须一步一个脚印，踏踏实实地面对所有困难。这也是你等保护我的天职啊！哎，师傅，经过这么多磨难，你胆子也终于变大了。师傅，我若不显神通，你去求得女王，跟她说那块石头是要害你的阴谋，让你在遇害之前赶紧把咱们放走，这样女儿国里没了和尚，那20个字儿不就没用了吗？开门。三位，女王有请，有要事相商。有什么事儿啊？出人命了。哦。国师，你们来了，女王就在里面，请。师傅，进去看看。我的宝贝呀，我就你这么一个女儿啊，老天爷呀！可是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位姑娘喝了子母河的水，准备成为母亲。一大早来到子母河，就发现那块石头。我们把石头带走以后，她的家人准备给她成亲。这过了半天的时间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？这不对呀！咱女人喝了子母河水，落下胎气，10月后方可待产。传说只有男人喝了才会死啊！不是什么传说，是事实。我师父师弟就是因为喝了这儿的水，肚子一下就变大了。哼，我看这肚子里不是什么孩子，是鬼胎。你胡说！我女儿怎么会怀鬼胎呢？要是你们来到女国，乱了阴阳，我女儿也不会出这样的事。你还我的女儿，还我的女儿！老婆婆，快来人！再扶她出去。我的女儿，走吧。我的女儿，我的女儿啊！依本王所见，应该是那块石头有问题，并不干人事。凡见过石头的人，也并没都死啊。难道是子母河的水？陛下，不好了，又死了好几个人，都是喝了子母河水的少女。这……哎呦，我的天哪！这可怎么好啊？我看，咱们还是分了行李散伙吧。这娶几天还娶什么亲啊？这……你这呆子，咱们什么场面没见过？这点事儿都吓破你的胆！哼！可我们继续待在这儿，会不会害死更多的人啊？理应不会，除非还有其他致死的理由，否则暂时不会再有人喝子母河的水。所以，为师决定不走了。师傅若是不走，一定遭难。我敢断言，他们一定把这笔账算在咱们头上。尤其是师傅昨晚又在宫里过了一夜，纵然没有玉圭之刑，却难逃悠悠众口啊！师傅，这可真应了那句“淫僧乱宫闱”。哦，对了，还应了那句老话吗？花落女儿悲啊！是啊，还有血染子母河，沉江流洗罪。哎呀，越说越可怕了。既然女儿国此难是因我而起，我们应该回去，把真相查个水落石出。如果是人为，要揪出真凶；如果是妖孽，要降魔伏妖，莫让他再去害人呐。那你们一去，不会不回来了吧？回来，回来接小八戒啊！这，师傅，你看他一点都没正经。哎，师傅，你看这么多人把守，什么意思啊？你看那儿全都是人，这什么意思？哎，你什么意思？这么多人把守，什么意思啊？从现在开始，
是你们不得擅自离开，去哪里都要向我禀报。你这是乱箭！这样做也是为你们好，免得迁怒到你们身上，被抓去割了肉，当了江带可不妙。师傅，你走。你别走！这什么呀？这师傅，你看，这不是乱箭吗？太师到！贫僧见过太师。哼！自从你们来到此地，女国就无太平之日。如今又出了数条人命，尔等涉嫌不小啊！怪了，涉嫌什么？杀人也得有动机吧？你们就是动机，在河里下毒，想让我女国的女人不能自行生养，哼！然后让男人入住，受男人欺负。太师，你也把男人想得太坏了吧？就是，我们可不是这样的男人。太师啊，你是不是没见过男人呢？以为天下的男人都这么坏啊？你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和尚，现已激起民愤，还敢说笑？阿弥陀佛，太师，我等胸怀坦坦荡荡，你要查明真相，尽管放手，我等绝不离开女儿国半步。不要以为女王宠着你们，你们就肆无忌惮。待我抓到你们的证据，哼，绝不轻饶。嘿嘿，太师啊，就算你用八抬大轿抬我们也不去，反而你自己也得小心点儿，你也逃不了干系。你这猴头，胡说什么？太师，这也可能是你阻止女王婚嫁的阴谋，再当嫁祸也未尝不可呀。你，悟空，无凭无据，莫出臆测之言，损人名誉啊！好好看着他们。是。他们走了。女王，谁出来给我们一个家？谁出来给我们一个交代？给我们一个说法，给我们一个说法！我管不得这事情。陛下，民怨沸腾，已不是微臣能止了。大家都在问，何时才能再饮用子母河水？若河水再不能饮用，那可是亡国灭种的大事啊！这必定是有人在水中下毒。若是有人下毒，一定要查出真凶。那是自然。若是被下毒，不过3日，毒水流至下游，那么河水就不再有毒，绝不可能遗毒无穷，更不至于亡国灭种。还有一种说法是，唐僧等男子进入国城内，已经冒犯了祖先，这是祖先降罪。够了，够了！你现在立刻下旨，禁止怪力乱神之语。至于河水何时能饮，3日后，本王必定给你个交代。下去吧。微臣告退。国师，你看这件事该怎么办？如今已经把唐僧师徒软禁，如果真是人为下毒害他们，这个人当不会笨到跑去再下毒，所以想抓住此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那又该如何稳定民心呢？站住！师傅，我们好像出不去了，我们被软禁了。我们又如何化被动为主动呢？师傅，您放心，我们是不会坐以待毙的。哎，就是，师傅，你放心吧，有我和大师兄呢，你就好好养身体吧。你看，你都晕了2次了。哎，你上次晕是因为什么事儿啊？第一次是因为听了那国师的琵琶曲，
想起了往事，有些伤感呢。第二次是看了挂在凌烟阁里面历代女王的画像。师傅，您不是看了那些画也伤感吧？师傅，说真的，您要是真的喜欢那个女王，就别客气。俗话说，相思伤身呐。哎，大师兄，你别胡说，你看师傅都不高兴了啊。师傅，我出去。无嗅无味，真不晓得该如何证明这水有没有毒。我们不但要证明这水里没有毒，而且还要证明它有传宗接代之功力。我想过，这河里不会有毒。那为什么喝了子母河水的人都死了？除非那4个和尚是凶手，否则我女国的人谁会在子母河里下毒？那是亡国灭种的事，对自己也毫无益处啊。那太师认为，死者也可能是喝了水之后才被下毒的吗？不错。所以凶手必定要找喝过水的人，然后再次下毒。所以我们要找出凶手，还得先找喝过水的人，才能引蛇出洞。好计策，我们找女王上去看看吧。走。这太师看起来外表不像那么凶，并没死咬住是我们干的，而且人还挺聪明的，看样子还是国师可疑，可偏又看不出来他哪儿可疑呀。嗨，太师之计有理，看来必须先找个人再去喝子母河之水。问题是，派什么人去？卑职愿意去喝。这是要冒生命危险的。卑职身为女王的贴身护卫，本就该随时准备为女王赴汤蹈火。不，你已经答应帮你妹妹抚养孩子了，说话怎能言而无信？下去吧。不错，而且你身居武职，不受百姓拥戴信赖。喝此水者，必定要让百姓对他心存敬仰信赖，要是个有影响力的人。还是微臣来试吧。不，太师，你已无月事不能生养，只能证明无毒，却不能证明子母河水是不是还能让我们传宗接代。让我来喝吧。国师，一则你尚无子嗣后代，二则你已经为本王挡过一次死劫，本王才能活到今日，所以本王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你去试。那由谁来试呢？由本王来试。陛下万万不可！陛下乃一国之尊，万一有个3长2短，那可怎么好啊？太师，时过3日，我料得那水中必已无毒。可不怕1万，只怕万一。国不可一日无君呐。再说，女王并无姐妹，如今是一脉单传，女王千万不可以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。太师，国师，如果本王喝下子母河水，落下胎气，那么我女儿国岂不就有后继之人了？你们也不必再为了本王招婿之事而再起冲突。可若是女王万一不幸中毒了，又该如何呢？国师言之有理，本王现在就写下遗诏，学古代圣贤，传位太师。陛下，微臣万万不敢领旨。太师，你有女儿和孙女可传位，
本王将江山万代交给你最为妥当，不必有后顾之忧。陛下，陛下，你不明白微臣的心思。陛下是微臣奶大的，微臣在陛下身上耗费了太多的心思，远远超越了自己亲生的女儿。在微臣眼里，陛下比亲生女儿还要亲。若是这样，微臣愿意去死，也不能让陛下去冒生命危险呐。太师说的对，微臣自年少入宫，便随侍陛下，蒙陛下海一生国师。可知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太师如母，你叫臣等怎能看着陛下白白去送死呢？天下之悲，莫过白发人送黑发人。臣求陛下收回此意，请陛下收回此意。太师国师，快请起！陛下若不收回成命，我等长跪不起。君无戏言，言出九鼎。你们若是真心疼寡人，就从了寡人之意。微臣至死不起。那你们就跪着吧。传旨，若本王有个万一，令太师即位。陛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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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不想当陛下。纵横万里，笑看当下要灭三。千百年，弹指一挥转瞬间。问翻天，这条路还有多远？苦苦追寻千百年，只为完成我夙愿。问翻天，真爱何时能洒落人间？那朝朝暮暮仿佛就在昨天，不知道见是不见，念是不念。那千山万水掠过我的身边，天地一变，我心不变。千百年，繁华若梦转瞬间。问翻天，为何人生难两全？苦苦追寻千百年，人爱之心不曾变。